Hi，歡迎返嚟1000爸爸嘅 channel。而家呢出邊呢就落緊大雨，個收音呢可能會有少少雨聲，希望大家就唔好介意啦。今次介紹嘅主角就係佢 Hover Air 嘅 X1 Smart 日本限量版。官方資料呢就話佢係一個超輕嘅飛行相機，點解唔直接叫佢做無人機呢？梗有佢嘅原因嘅。今次呢條片呢，我就會講下佢有乜嘢咁犀利，同無人機有咩分別，仲會有開箱啦、手機 app 嘅設定，同埋會示範晒所有嘅飛行模式，亦都會講下呢部咁輕嘅機仔有乜嘢嘅限制。實測呢就會包括個收音功能啦、飛行時間、電池表現、內置記憶卡又夠唔夠用呢？跟住呢就會有一啲我嘅使用心得。片尾呢仲有個好着數嘅購買連結，有興趣嘅話我哋一齊睇埋落。簡單介紹下呢個品牌 Hover Air， 佢哋上一個嘅產品呢 X1 其實市場反應呢都好好，部機可以摺埋，重量呢有125 gram。今次呢一個呢就係 X1 Smart， 飛行時間呢兩部差唔多，不過重量呢就輕咗25%，只係得99 gram。唔好睇少呢個數字啊！香港人成日去嘅日本喺2022年嘅6月新規定，100 gram 以上嘅無人機呢都需要註冊，而呢一部 X1 Smart 呢得99 gram， 可以唔使登記，所以佢叫做日本限量版。不過記得喺唔同嘅地方放飛，事前都要睇清楚當地法律。之前呢睇過呢個 post， 佢有齊晒全世界100幾個唔同地方嘅放飛要求同埋啲官網連結，大家可以做個參考。咁呢一部 Hover Air 嘅 X1 Smart 同平時嘅無人機有咩分別呢？第一，佢操作真係好簡單，市面上大部分嘅無人機呢都會有控制器，呢一部呢冇嘅。甚至唔使用手機都得，你冇聽錯。咁點樣控制佢飛呢？呢一部嘅 X1 Smart 有好多種唔同嘅飛行模式，可以喺部機上面直接選擇。佢係用鏡頭去追蹤你嘅位置同埋動作，已經可以拍到好多唔同嘅畫面。你睇下呢一部 X1 Smart 嘅機身，有一個膠嘅支架包住晒成部機同埋個旋翼，就算行近啲都唔驚俾佢界到。換個角度講，就算佢撞到其他嘢，只要唔係太誇張咁樣撞啦，部機同埋嗰啲旋翼咧都唔會有咩問題。好似咁。行下行下，阿仔都可以跌咗佢落地，不過部機呢就一啲事都冇，重量只係得99 gram。你如果會去日本旅行，去到一啲特別嘅地方，想拍下啲片啊，又或者影相留念，呢部機呢就真心方便。一來佢唔使申請啦，二來佢咁輕，帶住佢去旅行呢根本就唔係負擔。機身加埋充電盒，連埋2個額外電池呢，其實同部 iPhone 重量差唔多。佢其實好細部，比部 iPhone 呢就大少少，不過因為佢摺唔埋，褲袋呢就擺唔到啦，褸袋應該都得嘅。另外，因為佢好細部同埋好薄，平時咧喺出面飛，如果喺水平角度望住嘅話咧，真係唔係好覺佢嘅存在。放飛嘅時候咧，可以少啲引起其他人嘅注意。佢飛緊時候嘅聲咧就唔算大聲，不過咧唔好諗住冇聲，而家科技咧仲未做到。我坐喺公園實測嘅時候咧，隔離嗰張凳咧都有個人坐咗喺度，我同佢嘅距離咧大概3米到啦，嘈唔到佢，佢一樣可以繼續用部手機睇片。喺屋企嘅室內飛呢，一定會覺得大聲嘅。不過大家咧都仲可以傾到偈。講開室內飛，我真係唔敢喺屋企咧飛其他嘅無人機。不過咧呢一部 X1 Smart 咧，我就完全放心。唯一擔心咧就係飛得太低，俾豆豆咬走咗。講到一樣細聲嘅好處啦，就喺出面攞佢出嚟放飛嘅時候咧，因為部機細部啦同埋細聲，少啲機會咧會驚動到其他人，唔會騷擾到人之外咧，拍出嚟嘅片咧都會自然啲。好啦，我哋而家睇下開箱啦。Hover Air 嘅 X1 Smart 咧有2種顏色，白色同埋黑色，同埋有標準同埋套裝2個選擇。今次呢個開箱咧就係白色嘅套裝版本。呢個就係個封面啦，跟住側邊同埋呢邊。咁呢邊就因為呢個係香港行貨啦，所以1年嘅原裝保養。咁我哋打開佢啦，呢度咧有條帶，咁啊拉佢出嚟，拎出嚟，拎出嚟。咁咧有張卡字係開機指引喺呢一度。呢度咧就提你啦，如果你香港放飛嘅話咧，就遵守翻香港嗰個嘅飛行條例啦。咁呢度仲有一 pack 嘅日文嘅說明書。今次我開箱呢個咧係香港行貨嚟嘅。呢度有個 Hover Air X1 Smart 嘅入門階，佢呢個全份都係日文嘅。我仲以為咧佢係會行貨，起碼都有份即係中文或者英文嘅說明書啊。咁但係又唔係喎。咁啊睇翻你盒啦。佢呢度咧真係棘住咗，我拖唔到底，唔知仲有啲咩喺度。咁但係呢度裏邊咧就有
四樣嘢，一、二、三、四，我哋每一盒睇一睇啦。首先呢個係螺旋槳嘅嘢啦，呢盒好輕，我望入去仲以為冇嘢，係咪漏咗邊個咧？原來唔係，佢有兩款唔同螺旋槳嘅呢度啦，有個 A 有個 B 款，呢個整係嗰個 USB-C 線啦，冇乜特別嘅，正常 Type-C 線。跟住呢一個佢咧有3件嘢喺度，好細一個螺絲有3粒，跟住有個螺絲批仔，有個袋仔，比較重身啲，就應該係電池啦，插電池咗啦。咁本身有2嚿電池喺度啦，呢度插翻個 Type-C 線 Type-C 位啦，出嚟就同翻個電池後面呢件。咁我哋睇翻呢個機仔啦，咁其實咧佢都好細盒掣，就係咁樣嘅啫。呢個就係個牌子啦，咁呢個就係嗰個電啦。一樣佢側邊咧，佢有個咁嘅凸位出嚟嘅，你想掹個電出嚟，其實就咁凸出嚟咁就得啦。咁嗰個口喺上面嘅，對住上面呢個位咁樣入去，跟住就咁樣拍就得啦。喺呢個面度咧就有2粒掣嘅，咁呢度大啲圓形呢一個咧就係個開關掣同埋個起飛掣。上面呢度咧就有嗰個模式選擇掣，咁我哋喺實測嘅時候先再講啦。喺下就呢一個位就係個鏡頭仔啦，度後邊呢度咧就係個 Type-C 位。有樣嘢講講，佢呢個咧唔似另外啲 version 咧係可以接埋，呢個唔係嘅，呢個接唔埋嘅，呢個成個就咁樣噶啦。咁但其實都相當細件。後邊咧佢呢幾個咧就係嗰個 sensor，佢呢度都寫得好清楚咧，係寫住99 gram。好啦，咁我而家就試一試 download 個手機 app，睇一睇連線之後有啲咩可以做啦。呢度咧有幾個 QR code 嘅，咁而後邊咧都仲有個 QR code 嘅呢度。咁呢個咧就俾你攞嚟去 download 嗰個手機 app。喺個 iPhone 度咧，我點樣 scan 呢個 QR code，我都去唔到 App Store 度。我直接喺個 App Store 度試下 search 嗰個名，個 app 名咧應該係 Hover X1 App。OK， 咁我見到咧就有呢個 app。Open。好，咁第一版咧呢度咧就有個 Try Now 同埋 Login。我係新用戶，我唔知點樣揀啦。我揀 Login。Login 就上面咧就有個地區俾我揀，佢default 整嘅 Hong Kong China 啦。跟住第二樣嘢就係 Please enter phone number 同 email， 我試下入個 email， 但我未登記嘅噃。入咗之後，有個人同我眨眼，佢就話有個 verification code send 咗入個 email， 跟住佢就問我要 password 成功咗啦。入到嚟之後咧，佢下面咧就有個 pop up 就提翻你咧有4笪地方就唔好飛啦。喺低光嘅環境啦，喺水面啦，如果個地面 texture 唔明顯嘅話，或者室內嘅高度咧唔平均嘅地方就唔好放飛啦。咁啊，OK，明白。咁入到嚟之後咧，左上角就叫你撳掣去 activate 佢嘅。有啲擔心啦 ，activate 佢會唔會突然間冇機會飛起嘅咧？揸住佢咁啊，唔會有事啦。我而家撳 activate， 跟住咧下面咧佢提你有2樣嘢嘅，就要着翻個 location share 啦，同埋 Bluetooth。你咧下面咧佢唔係提示嚟嘅，你係要撳落去就會問你 yes or no 噶啦。我撳晒咯，嚟多次。好，原來撳晒之後咧，佢又會彈走個畫面度，再撳多次嗰個 Tap to Activate 同埋 Connect。咁呢個時候咧，佢就會提你撳實呢個掣，呢個圓形呢個掣，直至到佢長着綠色為止。我呢刻我都好驚會唔會突然間飛嘅喂，撳實應該着咗啦。現在のホバリングもまずホバー X1 アプリをダウンロードしてから機體と接続し、アクティベーションしてください。好啦，頭先講咗一段日文啦，我唔係好明啦，咁啊唔緊要，我哋試下 connect activation succeed， 咁啊再撳多下，嚟到呢一版啦。我估呢一個係簡單教學，佢就話提一提要做一個7個小步驟啦，咁啊成個過程咧就要2分鐘。咁我哋試下啦。我而家就試一試嗰個簡單教學啦。第一步佢就話要拎起佢對住自己個樣，咁樣。跟住佢就話要用第2隻手撳一撳呢個圓形嘅掣，就唔好長撳喎，撳一下。好啦，試下啦。佢已經着緊燈啦，原來已經佢影緊我噶咯。Next， 佢已經跟住我噶咯。OK， 跟住第6個 step 就係擺喺下面咧，佢就 suppose 自己會接咗佢噶啦。哦，成功啦喎！頭先好得意喎，
你一起飛嘅時候咧，佢就紅燈就已經錄緊嘅啦已經。咁但係咧，當你隻手板擺喺佢下面嘅時候咧，佢就會轉咗做綠燈，咁佢就慢慢降落。但係頭先見到咧，佢又唔係垂直降落喎，我唔知係咪有風啊定點樣樣，佢歪歪地喎。咁你都要望住佢，接住佢。咁啊完成咗啦呢個。咁入到嚟之後咧，其實咧去翻個 app 度咧有呢一個畫面嘅，佢有個 firmware update 喎，我 update 咗個 firmware 先 ，update 都幾快脆喎。佢問我係 join 翻個 WiFi，OK， 好多 gadget 都咁樣噶啦。當你想去高速嘅傳輸速度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直接 join 翻佢哋嘅 WiFi，咁好快脆喎。成功，佢就要登啦。嗱咧，佢一路啲聲咧都係日文聲嚟喎。喺呢個畫面上面咧，佢有個叫做 hover setting， 我撳一撳嚟試下。佢呢度咧其中有一個咧叫做 voice setting 喺底下呢一度。咁我哋撳入去，咁有3個語言俾你揀喎，有 Chinese、English 同埋 Japanese。我揀翻英文啦。佢最底咧有個單位嘅，預設咧係尺嚟嘅，咁我揀翻米啦。咁啊最底呢一度仲有個 album， 咁撳咗之後咧，佢就問我哋會唔會 join 翻呢部機嘅 WiFi， 唔 join， 得啦。咁佢就問你係咪allow翻去自己手機裏面嗰個相簿啦，我哋 allow。咁我見得到嗰條片咯，睇下先。咁佢都提你嘅呢個 low resolution， 只不過係個 preview 嚟嘅啫。你想睇真啲嘅話咧，其實你係要呢度左下角撳翻 download， 咁啊 download 緊啦。我睇翻頭先條片咧都 OK 嘅，嗰個畫面質素咧啲光暗差咧都唔錯。有樣嘢就係，即係我發現咧，原來你伸隻手喺部機嘅下面，佢開始去降落嘅時候咧，就已經即時停止錄影嘅啦，即係佢唔會錄到你降落個畫面。最頂呢度啦，佢有個電池啦，同埋有個 storage 嘅。咁啊，呢度可以睇得到清楚啲咯，好過喺呢一度其實佢又唔係好顯示得到。佢喺呢一刻咧，總共有10種嘅飛行模式。Hover Air 咧會不定期咁通過軟件更新咧，加入新嘅飛行模式。有興趣了解佢哋嘅更新記錄咧，可以去翻佢哋官網度睇翻。喺部機上面可以直接揀到嘅飛行模式咧有5種，加多一個自定模式。佢咧係喺部手機度做設定先至用到。每種嘅模式咧係可以通過手機 App 去做額外嘅設定。我就整理咗所有嘅模式喺下面呢個表度，俾大家可以做個參考，一目了然。而家等我好快咁介紹下每一個嘅模式啦。第一個 Hover 嘅懸停模式，即係開機教學時候用嗰個模式啦。佢會懸浮喺空中度，預設嘅鏡頭咧就會追蹤住你，你會見到佢着紅燈，即係錄緊片。要佢停嘅話咧，好簡單，放隻手板喺部機嘅下面，就會見到由紅燈轉做綠燈，即係代表佢停止錄影。跟住咧就會降落喺你嘅手板上面。基本上每一個模式咧都係咁樣樣去做，去收翻部機。可以喺個手機 App 度設定呢個 Hover 懸停模式嘅飛行時間同埋個追蹤功能。Zoom Out 漸遠模式開始之後咧，佢就會向後飛，要飛幾遠同埋飛幾高咧，可以自己設定。飛到設定距離之後咧，佢就會停1-2秒，跟住咧就會飛翻嚟，啱晒咧喺啲背住大景嘅時候攞嚟拍片用。Follow 跟隨模式，佢會跟住你行。呢個模式咧就可以見到 X1 Smart 跟蹤影像嘅厲害，部機同你嘅距離啦同埋高度都可以用部手機 App 嚟到做設定。你就算上落樓梯咧，佢一樣都可以跟得到。想跑甩佢咧都幾難，因為咧佢最高嘅飛行速度咧可以去到時速24公里。呢度咧都見到有個設計嘅細緻位，就係當佢飛得快嘅時候咧，佢會自動升高，咁樣咧就算你急停嘅話，佢都唔會撞到你。呢個時候咧都要講下呢一部99G嘅機仔有咩限制。佢嘅跟蹤功能咧只係用佢嘅影像鏡頭去捕捉同埋處理，所以咧如果環境太暗啦，又或者你嘅顏色太貼地，都可能會跟蹤唔到。仲有當其他人喺鏡頭面前經過咧，係有可能咧會跟錯咗人。頭先講過，佢最高嘅速度咧去到時速24公里。如果你踩單車咧，又或者滑雪過咗呢個速度咧，佢就一定會跟唔到。就算未過，當你同部機仔距離遠咗，鏡頭見到你嘅影像咧就會細咗，亦都會增加跟甩嘅風險。其他無人機咧，如果接收信號弱啊，又或者唔夠電，通常咧都會有個功能就叫做 Return to Home， 自動飛翻去個起飛點度。X1 Smart 呢部機咧係冇 GPS 嘅定位功能，遇到任何問題咧，佢只係會原地停低，直到冇晒電咧就會原地降落。所以千祈唔好喺海面用呢一部機仔，太陽喺海面嘅反光咧，好容易會影響到個鏡頭，跟甩咗就大件事啦。仲有就係唔建議喺滑雪嘅時候用佢。當你滑咗一陣，發覺跟甩咗嘅話咧，你係要上翻山，再慢慢原路滑落嚟咧，先至有啲可能會揾得翻佢。個 X1 Smart 咧，只係喺底下有一個避障嘅鏡頭，前面嘅影像鏡頭咧係唔識得避障。當佢撞到嘢之後咧，偵測到有碰撞就會即時降落。雖然啦，個 Follow Mode 嘅跟蹤效果咧，我都覺得算好好啦，不過都唔太建議喺太多障礙物嘅環境用。就算要用嘅話，都記得得閒望翻轉頭睇下係咪仲跟緊。我哋繼續講翻其他模式。Orbit 環繞模式，佢咧會簡單咁圍住你轉圈，部機同你嘅距離啦、高度同轉幾多個圈咧，可以喺手機 App 度設定。預設鏡頭咧係會跟住你，你可以行出個圓圈，鏡頭
咧一樣都會跟住你。如果你只係上個圓圈對住個圓心嘅話咧，一樣都可以喺個手機 App 裏面設定。飛之前咧就要留意下個飛行路線會唔會有機會撞到其他嘢。Bird's Eye 俯拍模式開始之前咧，佢就會垂直升高，鏡頭咧就會一路向住個地面，去到最高點之後咧，佢會停1-2秒，跟住咧就會落翻嚟。可以用個手機 App 去設定個高度啦，同埋個旋轉速度。頭先講嘅5種模式咧，可以直接喺部 X1 Smart 上面揀到。呢5種飛行模式咧係 Basic 嘅初級模式，跟住落嚟講嘅就係中級同埋高級模式。佢係會要求你用指定嘅模式，達到一定次數之後咧，先至可以解鎖到俾你用。而呢一啲嘅模式咧，只可以揀一個綁定喺部機上面嘅自定模式。綁定咗之後咧，就可以唔使再用手機 App 直接用到。第一個講嘅中級模式咧係 Snapshot 定格拍照，可以想象成咧佢係另一個進化版嘅 Hover 懸停模式。佢一樣咧會錄低條片啦，不過當你擺好 pose 唔喐3秒鐘咧，就會見到部機閃白燈，跟住咧佢就會影低張相。你可以繼續去擺下一個 pose，一路咁影落去，直至到你將個手板放喺部機下面先至會停。駁翻手機 App，除咗可以下載翻成條片之外咧，仲有埋獨立每一張嘅相，都幾好玩㗎。Dolly Track 正面跟隨模式同之前嘅 Follow 跟隨模式咧有啲似。Follow 咧佢係跟住你尾，影住你嘅後尾枕啦，而 Dolly 咧就一直喺你前面飛，影住你塊面。喺手機 App 度可以設定嘅嘢咧都差唔多，有時間啦、距離同埋高度，不過咧就多咗個降落方式，因為佢一路喺你前面啦，你唔可以行埋去伸隻手板叫佢停，你一行緊佢又會褪後啲，所以咧就多咗呢一個選項，可以揀用手勢喺個頭頂度打交叉，又或者停低唔喐3秒，又或者揀2樣是但一樣停都得。如果你調翻轉頭行嘅話咧，佢都會跟翻住你，唔會話跟甩咗。要提一提大家 ，Follow 模式部 X1 Smart 咧係跟喺你嘅後面，你一路喺前面行，同時咧亦都係幫緊佢避開障礙物，相對上咧就安全啲。但係呢一個 Dolly Track 模式咧，佢一路咧喺你前面對住你，部機仔咧就不停咁褪後飛，其實咧就危險好多。不過好處係你望住佢，見到有危險嘅時候咧，只需要停低褪後行翻就得。Side Track 平衡跟隨同 Dolly Track 咧正面跟隨模式好似，佢嘅分別咧就唔係喺你嘅前面，而係喺你嘅側面。可以喺手機 App 度設定嘅嘢咧同 Dolly Track 一樣。如果唔想用 Follow 模式，淨係影住個後路，又或者覺得用 Dolly Track 模式，部機喺前面兜口兜面影住唔係太自然嘅話咧，呢一個 Side Track 平衡跟隨模式咧就幾好用啦。跟住就係最複雜嘅高級模式 Smart Control 智能控制。簡單嚟講咧，佢係集合咗4個嘅模式，包括 Dolly Track 正面跟隨、Zoom Out 漸遠、Orbit 環繞同埋 Bird's Eye 俯拍。開始咗之後咧，就會進入咗 Dolly Track 嘅正面跟隨。你只要做唔同嘅手勢，就可以啟用唔同嘅模式。聽落咧好似幾好玩，都可以試一次嘅。我自己平時咧就應該唔會用到呢個模式啦，驚佢會認錯手勢，飛咗去啲唔應該要飛嘅位置就麻煩。因為佢係集4個模式於一身啦，所以喺個手機 App 設定嘅嘢咧就最多，每個模式咧都可以有自己嘅設定。嚟到最後呢個 Manual Mode 手動模式，佢係唔可以綁定喺部機上面嘅自定模式度，因為要用手機 App 變成個控制器去遙控佢嘅喐動，可以控制佢上升啦、降落、左移、右移、轉左、轉右、向前、褪後、轉動鏡頭向上又或者向下，變成好似平時嘅無人機咁。喺個手機 App 呢個畫面咧，就算打橫部機佢都唔識得轉，只可以打直咁嚟控制。除咗影相同埋拍片之外啦，佢仲有個連拍功能，淨係得呢個 Manual Mode 手動模式裏邊咧先至有呢個選擇。我自己咧就唔係好建議用呢個手動模式。首先個手機 App 同 X1 Smart 嘅連接咧係用部機仔裏面嘅 WiFi， 反應咧就唔算好快，撳咗掣直接見到佢喐動咧係感覺到會有延遲嘅。第二係個 WiFi 嘅連接信號咧唔係好強，有時飛遠啲嘅話咧個 WiFi 都可能會斷線，用嘅時候咧就要小心留意啦。講完10種唔同嘅飛行模式，有啲設定咧大家都會有嘅。如果係拍片啦 ，Video Quality 個視頻質素咧有呢3種嘅選擇，而影相嘅話咧個質素可以設定為標準又或者 HDR。最後個鏡頭咧亦都可以設定打直又或者打橫。不過咧留意呢一個設定咧係共用嘅，你設定咗打直或者打橫之後咧，所有嘅飛行模式都會用翻同一個設定。Pro Tip 喺部機上面咧，其實就2個掣啦，一個好大嘅圓形嘅嗰個就係開關掣啦，另外一個就係模式掣。嗰個模式掣咧，你每撳一次咧就可以選擇唔同嘅模式啦。不過原來咧你可以長撳，就喺個模式裏面咧做一啲唔同嘅設定。咁樣咧，即係你都可以喺唔用手機嘅情況下做一啲簡單嘅設定。咁咧我又整咗呢個表出嚟，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下。喺個手機 App 裏面咧會有呢個設定，開啟錄音功能。部機飛緊嘅時候咁嘈點錄音啊？其實咧佢用部手機 App 嚟到錄音，
當你同步 X1 Smart 連線之後再放飛，手機咧就會開始錄音。當你用個 app 去下載翻條片嘅時候咧，聲音會經過降噪 noise reduction 再黐翻喺條片度，效果咧都唔錯。不過咧有時可能會出現少少聲畫唔同步嘅情況，我哋睇下。其實咧而家佢開嘅呢個 app 咧 ，app 都會收音嘅，佢都會將呢錄咗嘅聲咧減走後面嘅噪音，再黐翻你呢條片度嘅。係啦，咁而家試下，我一路都擺咗個電話喺隔離啦，咁樣錄音啦。而家測試佢嘅飛行時間，我呢一個套裝咧總共包括咗3粒電，3粒電咧我都插滿晒。我會用最基本嘅 Hover 懸停模式停喺我前面。成個測試咧我冇開到手機 app， 亦都冇同步 X1 Smart 連線，睇下佢可以飛幾耐。飛到冇電嘅時候咧 ，X1 Smart 咧就會自動降落，我咧就即時換電，再繼續 Hover 嘅懸停模式。試晒3粒電之後，我哋再睇下個結果。測試地點咧就係中環嘅遮打花園，呢度咧都有幾多遊客經過。有啲都會好奇過嚟睇下同埋問下，有好嘢嘅話，我都好樂意同大家一齊分享嘅。見到每粒電咧可以連續飛行多過9分鐘，其實以一部咁細嘅機仔嚟講咧都算唔錯。3粒滿電咧總共可以飛到27分鐘，其實仲可以飛耐啲嘅，因為呢個充電盒除咗可以插電之外咧，佢自己都有一個充電寶。睇翻啲數字，每粒電池嘅容量咧係5.313個亞時，而呢個充電盒嘅電量咧就係19.25亞時。就咁除開，應該可以插到3次多啲。不過每次插電同埋放電嘅過程裏邊咧，一定會有能源耗損。合理嘅預期咧，應該插到2次多啲啦。喺頭先嘅飛行測試，一冇電我就放入去個充電盒度，除咗可以測試個充電寶嘅電量啦，仲可以睇埋佢嘅插電速度。有樣嘢要提一提，放電池盒落個充電盒之後咧，最好撳一下個圓形掣，佢先至會開始充電。第一粒電我喺12點半度開始插，插滿咧就要到1.4，用咗大概50分鐘。第二粒電我喺12點8開始插，插滿咧就要到2點1，用咗個半鐘頭。第三粒電我喺2點1開始插，插到去3點嘅11，用咗1個鐘頭50分鐘。個電池盒咧就冇晒電，電池咧就插咗2粒燈。做完呢個測試就可以見到個電池盒咧可以插多2次半電，即係話如果帶住3粒滿電，再加埋個電池盒可以插多2次半，每粒電可以用到9分鐘嘅話咧，總共就有大概50分鐘嘅飛行時間。不過要留意個充電盒咧就會越插越慢。到最後要插個半粒電咧，要插成2個鐘，除非真係唔趕時間啦。最好都係當佢係充電盒，再駁住其他充電寶嚟插電。我都有測試過，咁樣嘅充電功率咧，大概有11到13 watts，由0% 插到滿電咧，大約需要25分鐘，比起用個充電盒嚟到插咧，快成倍，需要用一半時間就得。仲有我發現，如果個充電盒同啲電池都未滿電嘅話，如果咁樣駁住嚟插電，佢又會插邊樣先呢？佢係會先插啲電池，等到啲電池滿晒電之後，先至會插個電池盒。內置記憶卡又夠唔夠用呢？呢一部嘅 X1 Smart 嘅記憶體咧係內置嘅，有32GB，唔可以再加。喺個 App 度睇到有多過1/4 8.7G 係嗰個 firmware，即係話真正可以用到嘅容量咧，只係得23.3GB，咁夠唔夠用㗎？我就用翻頭先嗰3條電量測試片，每條片咧大約9分鐘，用最高像素嘅2K 片。平均每條片咧就需要1.41GB，除翻開即係可以錄到16條半嘅9分鐘片，再計一計每條片9分鐘啦，即係總共可以拍到140分鐘嘅片。假設出嚟拍片，好似頭先咁講，用晒3粒滿電，再加多2次半嘅充電盒插電，就可以拍到50分鐘嘅片。咁樣嘅話咧，即係話可以拍到3日，都好夠用啦。另外佢唔可以插記憶卡啦，咁就一定要通過個手機 app 嚟到過片。有啲似我之前介紹過嘅 Ray-Ban Meta 眼鏡，有興趣嘅話可以睇翻呢度。用手機 app 過翻頭先嗰3條片啦，容量總共係4GB多啲，用咗7分半鐘，唔算快啦，都可以接受嘅。Pro tip， 頭先講過，當部 X1 Smart 遇到有咩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降落。如果你個手機 app 度打開咗呢個設定嘅話咧，隔一段時間都冇人理部機，佢就會開始不停咁發出呢啲嘅聲響嘅。頭先試過隔咗10零米啦，其實都仲聽到啲聲，雖然唔係話好大聲啦，不過當你真係同佢失聯咗之後，都可以幫下手憑住個聲嚟揾翻佢出嚟嘅。我哋打算呢個暑假一家人去日本旅行，上網研究緊點樣做呢個無人機註冊呢。啱啱就見到呢部 X1 Smart 嘅廣告，第一日可以預購咧就即時落訂，到而家咧已經用咗3個星期啦。有啲心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如果你平時有玩開無人機嘅，呢一部嘅操控咧係完全唔同，甚至咧你可能會覺得佢係部玩具睇唔上眼。我嘅意見咧係無人機同呢個 Hover 基本上係2樣唔同嘅產品。呢部 X1 Smart 咧又細又輕，要拎出嚟拍片咧撳嗰2粒掣，20秒之內就可以喺手板度起飛。
操控咧極簡單，小學生咧都可以完全駕馭得到，亦都唔怕有乜嘢嘅安全問題。唔似其他無人機，又要等開機、開控制器、等連線、等 GPS， 仲要喺起飛之前咧揀個安全嘅起落點，唔會撞到人啦、樹啦，又或者其他建築物。感覺咧就有啲似比較緊用啲大部嘅 full frame 相機，同埋用部手機影相咁樣樣。大機功能多啲啦，但要時間去學。細機夠方便，功能有限，不過咧隨時可以用。有睇開1000爸爸 channel 嘅都會知道，我去衡量一件產品嘅時候咧，功能固然緊要啦，不過使用嘅時間更加重要。一樣功能好厲害嘅產品，如果冇用到，擺埋一邊，即係浪費。如果要喺功能同埋方便是但揀一樣嘅話，我就一定會揀方便。而家我出外旅行又或者郊遊啦，就一定會帶呢個旅行神器 Ray-Ban 嘅 Meta 眼鏡，同埋佢 Hover Air 嘅 X1 Smart， 真心推介。如果嚟緊會去日本，又或者出外旅遊，想拍一啲有趣角度嘅片，又要大人同埋小朋友都識用，最緊要係安全嘅無人機。呢部 Hover Air 嘅 X1 Smart 咧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 scan 呢個嘅 QR code，埋單之前咧輸入呢一個嘅優惠碼，除咗會有10% 嘅折扣之外，仲有免運費，同埋咧會有呢個旅行保護套，再加呢個30W嘅旅行充電插頭，數量有限，想入手咧就要快啦。希望你會中意呢個 video 啦！如果想繼續支持1000爸爸 channel 嘅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留言點讚同埋分享，記得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樣有新片發布嘅時候，你就可以即時收到通知。好啦，今次節目時間夠啦，下次再見，拜拜。